网传052D 驱逐舰或18艘大订单，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都想买，这消息靠谱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在中国派出052D 中华神盾舰参加阿联酋举办的国际防务展之后，关于这艘军舰的出口前景引发了广泛关注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几天之后就传来了好消息：阿尔及利亚将进口6艘052DE，而沙特更土豪，决定购买12艘。如果这件事儿成真的话，的确令人兴奋，但我们对此也要保持理性。这些消息不见得都是真的。首先，沙特虽然有经济实力采购12艘052DE，但在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彻底翻脸之前，这样的好事还存在着一定疑问，起码不会一次买12艘。沙特采购052DE 驱逐舰，无非就是用他们拦截伊朗给也门运送武器弹药的船只。在伊朗与沙特关系开始缓和的大背景下，这个需求的紧迫性就降低了。第二，采购052DE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海军作战体制全面靠向中国。沙特与美国仍然是军事盟友，美国为沙特的国家安全提供了整套的武器装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沙特如果采购052DE，摆明了就是要与美国分道扬镳。第三，052DE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海上作战系统，任何国家采购武器装备时都必须摸摸口袋里的钱，并充分考虑地缘政治，而不仅仅是有需要就买。更何况沙特海军的规模不大，采购12艘根本消化不了，因为很难找到那么多合格的舰员，所以要买也只能采购几艘。但尽管这个消息只是个传闻，美国却迅速做出了反应。其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强烈关注这项潜在的交易。这说明沙特即便下决心引进052D，美国也会插手干预，后续的情况如何还有待观察。我们再来说说阿尔及利亚可能要购买052DE的事儿。按照阿尔及利亚网友发布的消息，该国将很快接收3艘中国制造的052D，而且呢，按照合同的要求，通过转让技术的方式，其他的3艘在阿尔及利亚船厂生产。第一，我们先看需要。阿尔及利亚过去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依赖度非常高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俄罗斯受到制裁，因此该国转向购买中国的军火比较合理。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，又是环地中海国家，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有其迫切的需要。但是他真的要拥有6艘052D吗？这个步子迈的可有点大了，而且此举很可能会引发法国、意大利等国的警觉，这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战略安全不一定有利。其次，阿尔及利亚的军费规模有限，采购6艘052D可能负担不起。阿尔及利亚的军费与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息息相关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该国的军费从90多亿美元暴增至178亿美元，几乎翻了一番。表面上看，买6艘052D似乎也还行，但是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已经回归正常。对于一个 GDP 总量只有1600亿美元的国家来说，要养活6艘052D恐怕不大现实。最后一点，阿尔及利亚并无强大的造船工业，根本就没有能力组装052DE 驱逐舰。巴基斯坦是一个军事工业相对较强的国家，引进中国潜艇技术还能自行组装，但是在引进054AP 护卫舰时，仍然选择了整件进口。这充分证明了054AP 的技术复杂度很高，而052DE 是比054AP 更大、更复杂的武器系统。不要说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基础没有巴基斯坦强，即使是巴基斯坦也玩不转。所以这则消息仅从3艘052DE要在阿尔及利亚组装就能看出来，恐怕是假的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中国虽然有出口052D的想法，但是真正能够买得起、用得起的国家屈指可数。沙特和阿尔及利亚虽然是052D的目标客户，但是要说仅仅通过一次国际防务展就拿到18艘订单，这个恐怕是过于乐观了。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引进了052D 驱逐舰，就意味着在海军主战装备的发展上要全面靠向中国。这样的国家将会出现，但潜在的用户到底是谁？会是沙特吗？
目前还看不清楚。从中国展板上介绍的数据就能看出来，鹰击18的射程高达600公里，中国出口这类武器时肯定会非常谨慎。我们希望052DE 驱逐舰能够卖出去，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玩得起神盾舰的国家少之又少，而到目前为止，全球能够整体出口神盾舰的只有中国。052D 参加国际防务展，告诉世界中国军工的实力很强，基本上也就达到目的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在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